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事儿还好说，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父母来相处。他和我的父母产生了一些矛盾，弄得我在我跟我女朋友之间和我妈中间特别不好弄。之后他又让我跟我的父母直接做一个选择，我不能把我生我养我的父母抛那不管。来了以后随便的去碰我的东西我就不说了，他们居然扔我的话剧，还说那些东西都是脏东西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觉得那是我的东西，你没有经过同意你就碰我的东西，扔我的东西，那是对我的不尊重和对我的不负责任。现在我的父母回老家了，然后还一直打电话叮嘱我跟他分开吧。我的女朋友我也非常爱她，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冷静下来，我想让他们之间好好的解释一下这个事情，然后好好的相处。妈和媳妇儿落河了，先救谁？现实生活里还真上演了。来，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严23岁，来自山西，现在的职业是销售。女主人公小张24岁，来自四川，现在的职业是绘画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怎么就这么颓废的就上来了？就是因为他跟我父母在一直吵伤心。他们说你要跟他分手是吗？对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先认识的时候感觉挺浪漫的，他当时只是一个专科生，在德克士里边打工。有一天下特别大的雨，然后我就跑进去躲雨。躲雨的时候我觉得外边的行人很好看，我就开始画画。然后等雨停了，我就特别欣喜，我就离开了，我就忘了拿我的钱包。后来我特着急回去找，然后是他给我拾到，我挺感谢他的。你特别强调他是一个专科生，我看你的这个背景资料里面，你是毕业于名校是吧？对。学的就是绘画是吧？对。啊，他的这个父母你们会有那么大的冲突呢？他本来是先说接他父母过来看病，然后我觉得他挺有孝心的，我也挺支持他的，我也愿意跟他一块承担为他的父母尽这份孝心。当时因为我们俩也挺困难的，我们俩就住的一个10多平的一个小房子，然后我想要把他父母接过来住的话，4个人挤一个10多平的房子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后来换了大房子以后，接二连三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。本来以前1000多的房子，我们俩扛的又已经挺吃力的了，现在1个月将近要3000块钱花在这房子上，我们俩就真的吃不消了。现在他父母看完病了以后，他跟我说他父母要常住下去。这房子的钱都是我在付，之前对你画画是卖出去了，但是那2个月呢？并不是我没有付出，他父母来了以后就打乱我的生活。我说了，我可能就是学画画的，我要空间，我要时间去搞自己的创作。他父母来了以后，我怕打扰他们的生活，我晚上都再也不碰画笔了。这2个月我没有画画，没有收入。让他出去找一份工作，他也不出去找。当时我们俩好之前我就跟你说了，我说鹏鹏，我说你要想明白，我可能跟别的女孩不一样。我要坚持我的梦想，这是我最初的梦想，也是我最后的梦想。梦想，我说这个梦想，大家都有梦想。你知道多少年了吗？之前生活的来源，咱们先支撑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了，你支持我，我才跟你好的，我才答应你的。对，我是那时候是支持你，但是咱俩的生活，我1个月3000多，我累啊。我让你出去找份工作，怎么了？如果不是你妈妈他们来的话，我至于这2个月就没有钱的，没有收入吗？我们现在为什么能走到今天，能走这么长时间，2年半的时间？我当初送你的雨中的百合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们在相遇的时候，就是在雨中。我希望我们俩能百年好合。那个画是不是有啊？能放到大屏幕上给我们看看吗？是这幅是吧？对。还有画是吧？你拿给老师们看看吧。
啊，真的行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哎呦，来，这样拍的，你就想卖画为生，对吧？不是想卖画为生，我想多画一些作品，因为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以及我的家人非常期待我有我自己的画展，我也想努力有更多的作品支持我有这个画展，这个是我儿时的梦想。我为了这个画展，我才去考艺术院校，我费了这么多的努力，我不想这样就把自己的梦给破灭了。我就觉得他每天画卖出去是好，但卖不出去了。现在不是他提出分手吗？你不想分是吗？我非常爱他，想跟我们父母好好相处。今天妈妈是不是也来了？我们把妈妈请上来，来。喜欢这个儿子女朋友吗？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，因为他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。我儿子肯定工作很辛苦，我就不想让他那么辛苦。但是阿姨，你要明白，这是你儿子当时给我的承诺。我反正不喜欢你。那你为什么早不说呀？小妍因为他们家庭情况可能不是太理想，他们在每个月8号会向家里边打钱。那个月他出差了，我就想他父母可能挺期待着他8号寄回去的，不管是多少钱，但父母肯定有一个期盼，我就替他将我第1幅画卖了的钱抽了3000块钱打给他父母。那时候阿姨您怎么不说你不喜欢我呀？我以为那是我儿子的钱，那是我第1张画卖出来的钱，我都没有给父母寄，我就想着你们了呀。反正我不喜欢这样的儿媳妇，她每天就是家里乱七八糟，根本就不收拾家。什么叫不收拾？我只是需要一个小的空间摆我的画具，我怎么了？它需要放在那儿会晾干了，我才能收拾起来。不是说我今天画完了，我马上得收啊，阿姨。我不能理解。你儿子现在不想跟人分手啊？我已经给我儿子在我们村里边物色了好一个老师。那你都物色好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嘛呀？你什么都替你妈说，现在还让我受这样的委屈。我妈身体不好，你让我插在中间，我真的。那我的委屈谁来承受呢？你如果受不了，你赶快走。妈妈，这样吧，这个他们的事儿我们就单独跟他们解决，就是问您一个态度。谢谢您啊，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其实事儿我看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专家老师，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。小张，学画多少年？7年。一直想做画家，你刚才说了，是你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梦想。对。小妍，小张的条件、学画的经历，以及现在整个画品市场的现状，我告诉你一个现实，他应该走绘画这条路，而且应该坚持走，不容易，有机会，有未来，但是必须保证前提的生活来源。前提要保证生活。文艺女青年和画家，它就是一个比较昂贵的一个职业。这个昂贵的职业不是每个家庭都养得起的，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你的错，你供不起他，但是不能要求他，因为我们经济条件不好，所以你放弃这个理想。小张告诉小妍，你学这么多年画，家里大概花费多少钱？几十万吧。小妍，大家可能觉得他有点窝囊，或者觉得他妈说他怎么样，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男人。但是一个好男人，他不一定适合嫁，因为嫁人是什么？嫁人是2种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的融合。他的家庭文化背景接受不了这个画画这个事情，他也接受不了花几十万去培养你去画画，接受不了在未来10年时间内可能要花更多的钱去陪你画画。这个是你们从一开始就埋下的这个根源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必须要说你一些问题。你现在老是想着我要多创作一些画，然后以后去开一个画展，然后我现在不用出去工作，我要努力的去追求这个梦想，这是错的。错在什么地方？首先你要追求你的梦想，首先让你自己能养活得了自己，你不能让别人养活你来追求一个梦想。我觉得不是他在养活我了，我只是这1个月可能没有收入，就是因为他们家里边的人来打乱了我的生活，所以为什么在他母亲眼里面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收入、什么都不做的人呢？
因为你没有让他们知道，其实你是有收入的，你没有让他们知道，其实你有很强的挣钱能力。你一幅画卖几千块钱，说实话，这个价格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不算很低了。你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？让自己男朋友的父母知道你是可以活下去，这件事情做好。我加一句啊，你在懂你的人眼中，你可能是朱丽叶；不懂你的人，可能认为你就是猪八戒。他妈妈要一个会操持家务的好儿媳妇儿，而这一点，我觉得你这辈子都够呛。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就是两种人。马丁说的艺术方面的问题，这是个现实。陆琪的看法我也赞同。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，目标有价值，人生才会有价值。心中有美好，作品才会可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用画笔在诠释美好，却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现实的幸福。你任他再苦再累，忙家里家外，而你坐在家中创作你的作品，我认为这有点自私。你任由他在他家人之间左右为难，这有点狭隘。但是老师，你只顾你自己的梦想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，这有点残忍。如果说你最开始的那幅雨中百合，那是你的人生目标的话，那你就一定要清楚，除了画展是你的工作目标之外，那2朵雨中百合，2个人共同进退，那也是你的人生目标。我没有说完全是你的错，只是在创作作品的同时，再多有一点包容之心。对于那些不懂艺术的人，你没有必要去攻击他，因为他根本不能了解你的艺术境界。你不知道，其实不仅仅是这些，我不是一个真的。你看你现在就很有问题，我还没说完你就急于打扰。你跟他母亲也是这样说话的吗？但是我想澄清一点。你澄清，你可以等我说完了再说吗？他妈批评你完了你之后，你再哄哄他吗？你没办法，你爱他的儿子吗？生活是在不断的妥协、坚持、放弃当中来追求最大化的幸福。我们没有谁说我只坚持我不妥协的，我还要权衡啊。如果你能忍，如果你能包容，如果你能对一个完全不懂艺术的婆婆能够有一些这种尊重之心，你们俩有可能走在一起。我觉得吧，包括他妈妈3个人啊，都没错。但是他的行业和他的行业职业上，就跟那时候老百姓看那个齐白石那画似的，怎么2只虾面几十万呢？得买多少这虾呀？道理一样，他不理解你。但是你说这怎么办？现实就是这样。你要爱他，你就得放弃那个，你就得迁就迁就。请开门。如果爱情可以看天气决定，来，小伙子，坚强点，来。要怎么去适应四季分明？如果爱情还记得不走了，咱们还分着。可以随心情决定，那要怎么去